大家好，炮竹一响辞旧岁，春节一到有新万。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面，如果您感觉尬吹尬黑，深的卖心，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去找开心，因为真实的世界太多的风雨和不堪，太多的纠缠与麻烦，所以每天心灵鸡精搭配三花淡奶，一定能够让日子充满了陶醉和开心。而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经历风雨，手握实际的赵丽颖，轻轻松松就能实现去年同期想都不敢想的鲤鱼3级跳，一跃成为央视的贵客。因为无论电视剧还是大银幕，演员真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却又说不出的2个字。同样的，海量而来的数字让王一博背后的预售票房飘红亮眼，力压了所有竞争者。您能猜得出此时此刻大导演的真实心思吗？他的心里话，去掉多余的水分，简直就是水落石出的坦白从宽，一地干货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新万我不仅一路跟扒了王一博的不容易，也深扒了赵丽颖的不简单。大家当年都累得够呛，也紧张得够呛。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没办法，在泛政治化的娱乐圈，在魔幻不堪的大时代，低着脑袋讨生活，比的就是谁能活下去，比的就是谁能活更好。结果进入到诡异的2023年后，原本蛋糕更小了，日子更难了。结果连跳3级的赵丽颖居然免试就确定参加今年的央视春晚了。新万我意外中也不意外，因为明晃晃今年的春晚算是彻底去流量化了，也就意味着今年登上春晚的舞台其实比去年更不容易。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赵副主席反而更容易了。有意思的是，在另一份红色盖章的2022十大人物榜单当中，除了不可或缺央视特批的红人赵丽颖，一位新晋电影咖格外引人注目。2人的成功为2023年的电影路、电视路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诡异2023年的1月17日，即将于2023年正月初1上映，由程耳任编剧及导演，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的电影《无名》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梁朝伟、周迅、江疏影等主创也远程连线互动。梁朝伟表示，参演《无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大家合作起来很默契，反正就很开心。周迅说，他跟程耳导演认识很久了，一直很喜欢导演的作品，喜欢作品的光影以及叙事方式，能与导演合作很开心。本次出演是梁朝伟第2次采用普通话原声出演，他表示当时还安排了老师来教。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香港跟国语老师练习的，到了上海以后，导演又把所有剧本都改掉，然后又重新再学，在上海又找了一个老师教，所以其实是花了很多功夫的。因为我国语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好，很多时候都是配音，可能是嫌弃我讲的不够标准。此前程耳导演称，《无名》是自己完成度最好的一次，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我们做出了一个精彩纷呈的电影，一定会让大家耳目一新。对于演员们的精彩表现，程耳也赞不绝口。此前在《无名》的上海发布会上，程耳曾表示，梁朝伟此次奉献出一如既往优秀的表演，而戏中王一博的造型也很贴合他本人，因为王一博有足够的耐心，非常敬业，而且精力旺盛。我们曾因为时间安排的原因，连续拍了他42个小时，他始终非常投入，非常谦虚，非常礼貌。我特别想提前祝贺王一博转型成功。电影《无名》用全新的视角描绘了孤岛时期的上海，程耳导演以独具内涵及想象空间的表现手法，标志性的闪回叙事，表现了隐蔽战线地下党谍战的故事。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程耳似乎对上海和上海话情有独钟。程耳表示，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至于对民国的认知，更多来自阅读，当读过那些历史，就会发现上海这个城市是你无法忽略的。所以我对上海有一种个人情谊。电影《无名》中集齐了多种语言，程耳透露，我们尽可能的让戏中人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是不该被放弃的东西。在片中，王一博不仅要说普通话，还要根据剧情去挑战其他语言。王一博坦言，
其实语言对我来说学得可能更快一点，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过，学过别的语言，所以学习语言在我这里更像背歌词，会有一种节奏在里面。在现场，众主创还以关键词的形式来回忆拍摄过程。王一博选择了惊心动魄，他表示他是第一次担纲电影男主角，至今仍然觉得像是一场梦。比如跟梁朝伟之间的打戏很惊心动魄，包括文戏也是如此，毕竟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一如片中的神秘气质，整场发布会上，众主创提到影片细节也总是卖关子，说到一些细节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程耳说，他对细节上的精益求精都是出于一种本能，就是让画面给大家带来好的感受。无论是服装也好，造型也好，每一个画面触动的食物也好，每一次伏笔也好，最终会融汇成一个完整的产品，愉悦到大家，让每一个不同的观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都能获得专属自己的愉悦。无名的服化道十分讲究细节，在一场有梁朝伟、王一博、大鹏等人的餐厅戏里，美食与酒水让大鹏连说不错，有的时候拍戏喝酒的时候是用水的，但这部戏是用的真的酒，还挺名贵的，包括日料都味道还挺不错。程耳回忆，拍摄的时候订了不错的餐厅，在棚里搭了一个餐车，拍了4天，结果他发现，在休息的时候，大鹏一直在吃，其他演员都没怎么吃，或者是剧本里写到的不能吃，只有大鹏的剧情没有写吃还是不吃，暗示万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这些趣味点，个个都是好玩的宣发素材，现在打包一锅端，外加仓皇一锅煮，您能品出来更好玩的重点吗？很多东西说出来就是精彩，看不懂就是无奈。申万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说法，您又赞同不？南都娱乐周刊是一个老牌的娱乐八卦杂志，有一定影响力。近日，南都娱乐周刊发布了2022年10大娱乐人物，上榜的明星是朱一龙、赵丽颖、谭健次、白敬亭、刘亦菲、袅袅、苏醒、雷佳音、樱桃，以及一位申万我最新常常提到的新鲜人。这个新鲜人算是跟王一博恰恰对上了。当然了，申万我常说各花入各眼，肯定有人会说两人毫无关联，自己的偶像纯粹天上有，绝对地上无，那么后面的申万独家硬核，这些人就应该罢听罢看，就此打住，因为守护完美，坚信自己就好了。这10个明星有9个是演员，只有苏醒一个人是歌手。这说明中国的影视市场比音乐市场繁荣多了。如果没有疫情，中国电影可能早就腾飞了。说到电影，那就不能不提朱一龙，他凭借电影《人生大事》获得了金鸡奖影帝。朱一龙凭借该奖项迅速超越易烊千玺，成为转型最成功的顶级流量。金鸡奖在中国电影领域的地位，堪比金鹰奖在中国电视剧领域的地位。而雷佳音和樱桃凭借电视剧《人世间》获得了金鹰奖视帝和金鹰奖视后。朱一龙、雷佳音、樱桃3个人上榜实至名归，他们是被专业评委认证过的。赵丽颖和刘亦菲2个8、5花上榜也是实至名归。刘亦菲时隔16年再次有电视剧播出《梦华录》的成绩很不错。说到这，申万我必须提一提刘亦菲，因为她的团队很有意思。前些日子沸沸扬扬的刘亦菲大象腿，按说是妥妥的负面报道，跟赵丽颖的丑和胖一模一样。结果呢，绝大多数的吃瓜客都想不到大象腿成为了刘亦菲的加分项，就像丑和胖是赵丽颖的加分项一样。您猜为什么呢？申万我常说，先知先觉是团队的要素，而这种先知先觉跟形象完美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完美形象党始终觉得超完美形象、无瑕疵人设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您觉得这种完美正主的潜意识是好事吗？这就像申万我开篇讨论多次的假唱风波一样，完美形象党依旧在死扛当中。为了心中那个不可能不完美的正主，春节档电影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所以片方们都在努力搞宣传。一般来说，宣传的时候，片方都会把火力集中在主演身上，但也不忘带上配角。但无名这部电影就比较有意思了，从电影官宣定档开始，网友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热搜上看见10几次王一博。作为影片第一男主的梁朝伟几乎没有任何宣传，
直到今天，梁朝伟才借着江疏影的光上了个热搜。江疏影和梁朝伟有对手戏，这个话题终于终结了无名剧组演员除王一博外无热搜的历史。乍一看，好像是片方终于舍得给第一主演梁朝伟买热搜了，仔细一看就知道，这个热搜明摆着是给江疏影涨热度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因为预告片里的王一博一直都是影片的宣传重点，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电影到底是想让谁来看。尤其是王一博已经连续忙活至少1星期了，每天只要看热搜，注定就有他的名字在，还全是跟无名有关的。而第一男主梁朝伟这么多天了才被蹭热度的带着上了一次，倒不是说梁朝伟必须上热搜，但作为主演却被片方绕过宣传，抓着男二王一博拼命榨汁，没完没了的宣传，这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呢？就像已经有路人网友站出来说，放着梁朝伟不炒，炒作王一博，我就知道这片完了。这话说得很绝对，但是呢，您说又有没有道理呢？影帝梁朝伟的身上，其天花板式的演技绝对是可吹可泪的卖点，而另外一样东西更是整部无名的主轴。梁朝伟可以叙事、可以传达的眼神功夫刚刚好，又负责串起了这个主轴。也不是说王一博不能炒，但逮着他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超级炸，而且炸的都是压轴之争、假唱风波。那么除了铁杆粉丝，谁会格外留意这部黑色主调的电影呢？申万我说过，就连同样黑色主调的《满江红》也转换门庭，主打了春节必须的一个字。王一博有流量是不假，但他的流量都是靠粉丝撑着的，没有粉丝买单，电影预售还能有这么高流量、高数字吗？梁朝伟就不一样了，即使没有一个粉丝宣传，也照样有大把路人心甘情愿贡献票房。现在片方加大力度，继续拿王一博来炒作，也不知道是想捧他还是想黑他。由于一些买真爱粉的上网晒单，直接戳中了黑粉的嗨点。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比方说，一个铁粉天天买票送人，为王一博积攒票房，这原本是你一家的开心和做法，但是你天天上杆子网上宣传，到底是在宣传自己的善行呢？还是在宣传王一博呢？或者说，还是宣传无名这部电影呢？相信这位铁粉也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人家就是喜欢。很多人不知道，这种晒单跟打电话给影院排片的骚操作简直一模一样，不少路人都会因为这种饭圈经济、氪金游戏而间接受到影响，放弃了观影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逆反心理了。申万我的这份心理分析和深八硬核，您又认同不？就像前年年底王一博和黄轩主演的《风起洛阳》，王一博演的也是男二来着，结果也是他一直在上热搜，主演黄轩反而没多少宣传。可以看得出来，用王一博为电影或者电视做宣传的主意，或许并不是王一博自己定的。老实说，王一博为了给无名做宣传确实挺努力的，几乎就没停过。先是在晚会上为了给电影做宣传，跟张艺兴引发压轴争议，两家粉丝到现在还在掐架。紧接着小年夜晚会上，王一博又因为演唱无名主题曲陷入假唱风波，然后又去了李佳琦直播间，王一博甚至直播了自己的咳嗽。您说这般辛苦谁人知？可以想象，电影上映后，王一博恐怕还得面临更大的压力了。申万我说了，博纳的宣发很有问题，因为零团队的直视感太强烈了，而且一切都是唯票房论。目前影评豆瓣上的吃瓜网友开始对王一博和梁朝伟的同框抱有怀疑和微词了，因为扔下梁朝伟专攻王一博，让无名的焦点明显跑偏了。申万我感觉是朝着钞票跑了，于是乎这种专炸王一博的操作，让一些人直言说，希望上映之后有人统计一下王一博的出场分钟数，这样就可以考虑去不去电影院了。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些搞笑和烧脑呢？申万我可以说，这个提议虽然刻薄，但这位网友说的确实不无道理。因为吃瓜路过的路人，如果想看无名，无疑都会是冲着梁朝伟和周迅去的。然而呢，博纳的预告片里镜头最多的是王一博，介绍演员的时候，周迅直接被放到了片尾。片方生怕观众不知道他戏份少，还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个吉字。影片的演员表里，周迅的名字也是被放在了第3位，
前面是梁朝伟和王一博，所以周迅在这部影片里就是个打酱油的，估计就是友情客串个几分钟而已。申万我只能说，博纳彻底捆绑王一博的超级榨汁机做法，即便赢得了所有摩托姐姐的心，却也让路人的视线跳脱了电影的实质和本身。那么您说电影的实质和本身到底是什么呢？会是梁朝伟或者周迅吗？申万我欢迎您在评论区畅所欲言。有意思的是，于东也是个老练的商人，也是个聪明的滑头。您发现了没有？严密捆绑王一博的时候，导演的工作量也加大了。成尔说，我对上海有个人情谊，这句话也挺好玩。影片中大量场景在上海实景拍摄，包括提篮桥监狱，包括那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老洋房，也包括上个冬天因为无名取景忽然走红的江阴街。被问及为何对上海和上海话情有独钟，成尔导演回应道，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至于历史，更多来自于阅读，当读过那些历史，就会发现上海这个城市是你无法忽略的。他甚至说，我对上海有一种个人情谊。于是，在罗曼蒂克的消亡史之后，导演再次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了上海，再次大篇幅的使用了上海方言。其实片中还有普通话、广东话、日本话，我们尽可能的让戏中人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是不该被放弃的东西。不同方言之外，这部电影还要协调不同风格演员的表演。演员们都在电影中充分施展个人的魅力。成尔表示，拍摄期间和演员4个多月的相处，我们建立了专属无名剧组的独特语境，在这个语境下平衡了每一位演员的表演，大家的表现非常平衡，这保证了最终呈现的是一部优质的电影。相比梁朝伟、周迅、黄磊、森柏之、大鹏、王传君领衔主演王一博的表演，难免要被更多担心。昨天，这位青年演员坦诚回应，说自己一开始也很担心跟不上梁朝伟的表演节奏，说这次拍摄是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从未有过的体验，非常沉浸的创作作品。导演也非常尊重演员，尊重电影，对此我非常荣幸，非常感谢对于王一博的表现。导演评价颇高，谦谦君子，非常符合我们要呈现的年代，他就像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一样，他的优雅和力量感，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上海。成尔还透露，王一博曾连续拍摄42小时，他始终非常投入，礼貌谦逊的等我们不光架机器，他有足够的耐心，而且精力旺盛。我特别想提前祝贺王一博转型成功，这些细节自自然然都是成尔对王一博的有套路、有代入的极高评价。那么您猜这个聪明的导演如何评价其他人的呢？对于其他实力演员在片中的精彩表现，成尔同样给出高度评价。梁朝伟给整个剧组带来如沐春风的感觉，周迅的戏份不多，但每一场戏都几乎直接带来了剧情的转折和颠覆，他每一个毛孔都是会演戏的。黄磊的角色是源自在现场的即兴创作，他承载了大量的起承转合，是不可或缺的纽扣。说1000到万一，导演对于这部几天就将与观众见面的新片信心满满。无名这部电影包罗万象，思考、刺激、紧张、快感都给备齐了，希望大家在春节里能够好好的享受。说到这，您听出来了没有呢？每一个毛孔都是会演戏的，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评价了，这简直就是内心的独白了。对于一个惜字如金的导演而言，出神入化的演技才能配得上这些超乎想象力的形容词。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真的很好奇，您对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以及如沐春风的感觉有何见解呢？赵丽颖在2022年更是有2部电视剧播出，一部是幸福到万家，一部是风吹半夏。这2部电视剧的网播量和收视率都不错，肉眼预测赵丽颖会因此得势后，王鹤棣上榜也实至名归。她凭借电视剧《苍兰诀》爆红，是2022年新晋顶流。白敬亭、谭健次、苏醒、袅袅上榜有一点牵强。首先来说白敬亭，他2022年年初有一部小爆剧开端，2022年年末有一部电视剧《卿卿日常》，没有水花。这2部电视剧加起来的影响力也不如星汉灿烂，吴磊比他更有资格上榜。
再来说谭健次，他2022年也有2部电视剧播出，分别是《猎罪图鉴》，你安全吗？也没有太大的水花，星汉灿烂的赵露思和苍兰诀的虞书欣，比他更有资格上榜。再来说袅袅，他是脱口秀大会第5季的亚军，冠军呼兰比他更有资格上榜。2022年10大娱乐人物中的苏醒是唯一一个上榜的歌手，但是他在2022年却没有音乐代表作，而是综艺代表作。以苏醒为代表的在就业男团在2022年翻红，但是他的影响力比浪姐3的王心凌、P 哥2的苏有朋小多了。王心凌和苏有朋也翻红了。可以说，申万我的眼里，2022年10大娱乐人物是有参考性和客观性的。毕竟，南都娱乐周刊不仅资格老牌，还是正装官媒，跟功利性为主的野鸡榜单不可同日而语。那么，第1、第2的电影圈、电视圈提示，您看出来了没有呢？或许申万我也提到过了，真正看过他们最新作品的人才有资格评论，否则尬吹尬黑无疑。比方说，看了《无名》预告片，很多人都明白梁朝伟演的是反派，王一博是正义使者。明面上这部电影主演是梁朝伟，实际上其实是为了给王一博做嫁衣，用一群大佬来带流量明星，早已是娱乐圈的一贯套路。然而呢，套路归套路，王一博的努力，申万我也说过，真的是用尽全力，拼到尽了，这是需要影评验证和路人看到的。请注意，申万我只会强调路人，因为目前为止，纯粹年轻女性为主的观影群体去用心影评和客观评价这部红色大片，真的是难度不小。您觉得是不是呢？因为这种革命腔调的诡谲电影，影评掺水，一看便知。本来春节档最被看好的电影是《流浪地球2》，不过现在预售票最好的却是《无名》。当前《无名》预售票房是春节档第1，已经达到了6200万，而《流浪地球2》才刚刚过5000万。只能说，《无名》的预售票房，王一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心心念念、勤勤恳恳的摩托粉丝这几天一直都在努力的买票，甚至有人说自己每天都要买2张，到时候请同事朋友去看，让他们都知道王一博的好。不得不说，买的真爱粉丝对王一博真是绝对的真爱。但是这个节骨眼上，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想说，明明白白，通通透透，先知先觉的团队，依旧是肉眼可见的不存在。此外，王一博金色征途原名光明之路这部剧拍摄周期挺长的，得拍到5月份，因为众所周知的电影《无名》的宣传期已经开启超级榨汁机模式。王一博为了这部电影真的是拼尽全力了，成绩到底如何也要上映了才知道。但是目前来看，这部电影的排片依旧不是很好，安排的场次都太晚了，这样会影响票房的。当然了，票房是王一博的任务，而不是目标。要知道，王一博每次参加河南电视台的演出都是零片酬的，他在乎的不是钱。这话您肯定懂吧？找钱有找钱的办法，转型有转型的考量。赵丽颖现在已经敲定参加今年的央视春晚，而且今年的春晚已经去流量化了，意味着今年登上春晚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赵丽颖最近播出的这几部剧类型多样，还符合主旋律，所以还是很被看好的。所以自行摘掉流量化的帽子，这种行动代表一切的赵丽颖的操作，实在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她如果保持这种接剧本的眼光，拿奖是早晚的事情。赵丽颖现在挺不着急拍戏的，因为要选对自己有加成的项目，所以会各方比对仔细，选择合适的才会进组。现在的她所关心的很好玩，甚至包括时尚的摸索。比方赵丽颖一套 Max Mara 2023春夏系列参加了2022年度3农人物荣誉盛典，她身上的白色衬衫来自 Valentino 2023早春系列。这种会玩敢玩的架势，让1月份丽颖的活动丰富多彩，简直不能太多了，开年就像年终冲刺的款，您 get 到了没有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能说，赵丽颖是聪明的，就像她现在不着急拍戏的态度一模一样。因为无论电视剧还是大银幕，故事才是重中之重的核心。重要的事情必须说3遍，故事比大牌演员、顶级流量重要得多。
故事不好，演员再强也是摆设，因为尿点太多就会半路劝退，这是电视人、电影人都懂的百年大忌。